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大清的第一勇士，豹子营的主帅鲍清德将军。人家这次来就是为了专门酬谢古先生的。他把平遥城所有的鞋响都给了万元档的营号。这笔钱，连巡抚衙门都不敢多问一句。看来这李百万啊，确确实实是在平遥城扎下根儿了。他得感谢你们仨呀！东家，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呀！哎，别！我才不管你们什么本意不本意的。哼，是你们仨把人家给撵出去，事情就是这样的结果。你们仨还想在这行里混，就老老实实的回家仔细想想，好好查查你们的账，找我来对。一笔一笔说清楚了，说明白了，我还能帮你们想想法子；说不明白，哼，你们啊，回去抱你们的娃娃，穿你们的幼棉窝窝。青石板上砸黄豆，硬碰硬嗦。连文是把城里头闹了个底儿朝天。底朝天谈不上啊，只是给他捅出个窟窿。我这个古兄弟啊，做生意那叫大将用兵。说实话，前2天我心里真虚得很。花钱租那些个仓库，里头放的都是些锅碗瓢盆，还有一堆破水缸，哎，那简直要了命了。你这个话一点没错。兴姑嘞，你倒不想想，咱老包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，万一有人把我这肩膀上的9斤半给砍了，你那1000两银子不是打水漂了吗？说实话。像鲍将军你这样啊，穿黄马褂、带腰刀的人，身价何止1000两啊？说句不好听的，万一你要是殉国了，我捧着你的黄马褂和腰刀去到大帅的军营里，就算我出价2000两、3000两，大帅也得赎啊。贵得很。哎呀，你们2个小娃娃当真是了不起哟！我老包也算是见过天下英雄，不负此生了啊！哎呀，你说，咱们这么一搅和，把平遥城捅了个窟窿，你是不是就能脱困了？脱困？我的案子一天没消，我走到天边都是戴罪之身。要是能让受我牵连的人脱困，那我倒是死不足惜。哎，你别瞎说，实在不行你就跟我回北京，我爹总该有办法。李百万这3个字儿，那可不是白叫的。他认识那么多王公大臣，帮你洗脱罪名倒是不难。大不了我跪着求他。哎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这叫什么话？和你一起做生意，那我心里是痛快的很。你要是被官府抓了，又得给你送回去了。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。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你了解我犯了什么罪吗？现在和我走得近的人，都已经被我连累了。咱们呢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其实，我挑你整出这么多花样来，无非是想互相利用。你可以在山西立足，而我呢，
可以把我想救的人给救出来，仅此而已。至于做朋友，我没这个资格。先走一步了，李清兄。姑，来了，哎，坐。我是为了四爷而来，你不是想要那套宅子吗？尽管拿去好了。这地契我也带来了。今日当铺的局也给你破了，这个买卖算圆满了吧？圆满了吗？自然是圆满了。我还找你做别的事儿。买卖不是这么做的吧？买卖怎么做是我说了算。常老四这个房子呀，我不打算要了。啊，地契你收回去，你是自己留着也行，给他也罢，就当给你们俩的赏赐了。不过，人是放不了，你还得帮我办件别的事儿。哎。听说过闯王宝藏没有？相传李闯攻克京师之后，用赎罪金的名义集聚了7000万两白银。后来兵败如山倒，弃长安奔湖广，经过山西时被清军追击，为了逃命，将这些银子弃于一处山谷之中。山谷中有8户村民，偶得这天降横财，此后开始世代经商。老八家从明末至今屹立不倒，就是因为他们依靠闯王宝藏，纵有天大的劫难，都能凭着宝藏逢凶化吉。如今我要你进到老八家，帮我寻得此宝。你看吧，还是给我画了掌柜了。哎呀，看人家年轻的嘛。听说是那王老爷子的心，那真是可大了。本号东家，请迎掌柜先生，请掌柜落座。交账。掌柜的看账了。恭喜东家水流千遭归大海，东家得天下英才，自此高枕无忧了。
黑子，到哪儿耍胳膊根儿去了？爹不是说不让你跟人斗气吗？我这种人也只能给人耍耍胳膊根儿了，哪有人聪明啊？谁又惹你生气了？今天太玉峰换掌柜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上街，我上哪知道去？换的就是咱爹提着脑袋救下来的古平原。冒光光做个新王，正和现在也喝酒呢，可真是威风。咱爹救过他是不假，但他也救过你们呀。他，哎，不，你能别老替他说话成不成啊？我这不是觉得他人一阔脸就变，咱爹现在还在里边关着呢。那你叫他如何？让他去劫狱？黑子，你也不敢吧？还是说让他在家中陪着我哭？好像我也不缺人陪。哎，他好，他最好，比逃犯活得好好的，人上人一样。咱爹行侠仗义一辈子，啊，现在关牢里。一会儿陪我去送饭，这种傻话别再讲。不是那外约道的那个人吗？结婚成了你们家的少爷。李新阳，他来这闹球场了。那这是光有2个人，对吧？未及道喜，恕罪恕罪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朋友，京城李百万的大掌柜，万元档的当家人，李青雄。这个就是李百万的公子。掌柜的，来了贵客也不给引荐一下啊？这是万元档的当家人李青雄，这是我的东家王先生。王老爷子，久仰久仰。哎呀，不敢不敢，在下王天贵也不老，可是一表人才呀！啊，听说就是你，把我的当铺和票号搞得入不敷出，把整个平遥城搞得七荤八素的那个年轻人呐！小子，瞧瞧瞧瞧。瞧瞧这些人，恨不得一口口把你给吃了。王老爷子，不敢不敢，我不过求一个立足之地，我就是来当学生学艺的。好一个学艺，成了。你今天把这个凳子搬过来，在平遥城就有你一席之地了。啊，不过你要记住了，那些小把戏是不是该收一收了？这个自然。得罪诸位勿怪啊，学生我见礼了。从今以后那些胡闹的把戏，依王老爷子的话，全都收了。吃好喝好，不够再加。最近出了个新鲜事儿，平遥城来了几十个朝奉，你说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几十个朝奉掌柜突然之间到平遥这个小县城里来，只怕是你身边那个苏小姐搞的鬼吧？今天能把各位请到平遥城来，是我的荣幸。在座的都是山西地面上最老的当铺朝奉、票号管家，等闲都不愿出门半步。且敬此杯。没事了，真的假的？那写的是。是吗？哎呀，最假的。
你们肯来，我是给够了钱的。要问这是多大的买卖，这买卖自然大。做买卖，有人谋的是财，有人谋的是名，我谋的是国。我从南边来，这屋里头啊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通敌的罪是谁也跑不了了。来，为了这个罪名，我敬大家，一起喝一杯。兄弟，这个女人不简单，离她远一点，不然祸迹满门。这话我也想跟我爹说，可是他不听我的。你呢？我什么？你当上这太宇峰的大长子，这多少人眼红的位置？除了河东老八家，实力最雄厚的就你们这位王老爷子。你这是打算做此官守此理，从今以后开始和我作对是吧？逢场作戏，如此而已。干脆呀，你辞了位置，到我万元档来，或者我给我爹写信，把你这罪名抹。反正你在这儿做一天长辈，我心里就不舒服一天。万元档不想有你这么个敌人，我也不希望有你这么个敌人。你的美意我心领了，只是眼下还有事情没做完。有一天走投无路时，你莫忘此言。天下两分，义军已占一半，江南一带最是富庶。可这些年仗打下来，起起落落，连南京城里的票号当铺都荡然无存了。还有浙江、苏州、扬州、镇江、宁波，这些哪个不是富得流油的地儿啊？现今一片空白。义军有意整顿江南财政，让商旅流通。可那些做票号当铺的人才死走奔逃，一时间也找不到许多，所以请了大家伙来。你们当中愿意去南边讨一份生活的，我可以帮各位，把家小东送去南京，安置妥当，万无一失。到了那边啊，大家可以选好的商铺，趁手的伙计，重启票号，自己当老板。早期的钱由义军出，子孙也可以在南边考取做官，干得好的还能弄个爵位。我向各位担保，最多3年，让南边的银钱流通起来。3年之后，还想留在南边的就留下，想回来的，我自然能给大家伙再弄回来。学想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下？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，鲍清德将军把平遥城所有的协饷都给了少爷的银号。每年几百万两银子的军饷，平遥那些银号都红了眼。你说这个孩子就顾着做生意，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。您自个儿都说天底下没有人让路，什么城门当啊、上门当啊、佛门当啊，没有这样的信誉，凭什么接到这种买卖？古人千金是马骨，少爷不到1个月就有这番成就，您得夸他。我还夸他，这是旗开得胜啊！您觉得呢？也是啊，到山西没多长时间，能打开这个局面，实属不易。这话能对少爷讲吗？自己人不要自夸。山西那边还有什么消息？哦，少爷写信说，姓谷那小子已经回到当铺里，他们现在各安其位了。这个该如何对少爷讲？写信告诉他，生意场上的朋友是天底下最信不过的。东家，
得罪了。你这个太玉峰的大掌柜，做的滋味如何？我这身份朝不保夕，东家让我演什么，我就演什么呗。哎，你是不是看上常老四的丫头了？你怎么说这样的话？我如今什么身份，他什么身份？我能看得上他？看上了也无妨啊。你现在是太玉峰的大掌柜的，一掷千金也是可以的。哎，我给你一场富贵，你要吗？你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？那里关的可都是富贵人。这让我明白一个道理：在这人间，没有什么比平安更重要的。10日之后，老八家代表赴晋阳山庄。这老八家里边有一个老康家，丢失了王爷的军队辎重，朝廷震怒，这回一定要办了他。老康家世代都是保镖出身，家资雄厚，可是这次他不得不变卖家产。你以为卖的是家产吗？那卖的是字号。我明白东家的意思了。东家的意思是要血拼，买下康家，拼进老八家，在闯王宝藏上也插上一脚。但就算让你知道了闯王宝藏所在何处，你还能做什么呢？毕竟那宝藏是由老八家共同掌管。说你是个书呆子，你还真是个书呆子。钱是什么东西啊？小钱能通神，大钱那就是神。玉儿姑娘，哎，去哪儿啊？别碰我！天气凉了，穿上点。哎，我这衣裳没得罪你吧？看你得意的很，这么久不见个人影。四爷被关在里头，我也着急。但我回去有什么用？和你面对面一起哭啊？那你也不肯来，让我一个人在那里猜。黑子，你知道的，他说话就没有个把门的。我看你喝得醉醺醺的，一点不像要哭的样子。怎么？说在你心中，我是个贪图富贵的人？你以为我想流落他乡啊？你以为我想当这个任人摆布的掌柜啊？平遥怎是他乡？我便是生在这儿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家在徽州，现在又回不去，无法在老娘膝下尽孝。那平遥于我而言，可不就是他乡吗？就你会说，反正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。哎。要被你气糊涂了。我爹病了，时好时坏，他住在那里晒不到太阳。虽说比其他犯人过得好，但那毕竟是监中。我让他好好休息，他又每天问你的消息，你让我怎么说？说你已经当了大掌柜的，每天穿的人模狗样的，还披一个大黑斗篷。你就这么跟四爷说？你看他信不信？倒是你，别成天听那些是是非非。那些都是逢场作戏，傻子才会信的。我才不是傻子呢！别看我这么骂你，其实我根本就不信。
我跟黑子讲，你若是贪图富贵的人，当初留在草原便是。我就是心里焦急的很。好了，别说傻话了。上次不是告诉过你吗？王天贵让我帮他办成2件事，办好了才肯放四爷。楼上有人。来来回回就这几句，姓古的滚你的吧！什么人？哎，天这么冷，你自个儿留着穿，好长命百岁。这个不识好歹的玩意儿，滚吧！这是个俄罗斯人送我的。这什么这个那个的呀？你个大少爷干这种贼活，一点也不懂行。大户人进来都做半天了，竟然没发现。我又不是天生做贼的人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好奇？想知道什么呀？是你把那几十个人弄过去的，弄到长江以南。你真的是造反的人呀！这你不都知道吗？还问？那我爹还这样听你的话，不知道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，全家都会砍头啊！这话说的真好，果然是个孝子啊！你爹为什么要听我的？你难道不该问你爹吗？反倒审问起我来了。对，我自然要问他。不过我先问问你，你肯定知道。我自然知道。但是你爹不让我告诉你呀，说你是个小孩呢。是不是想知道为什么我跟你到平遥城来呀？现在知道了吧？我有我的事儿，你呢就好好做你的大少爷，别闹。走的时候我跟你爹说了。这赚不赚钱都无妨，挣了赔了只当是个笑话。这笑话闹得越大，越能帮我遮掩些的。难怪。那是当然呀，要是没你在这折腾，吸引大伙儿的注意，我找那么多人很容易被怀疑的。说起来，你可是个大功臣呢，有机会去南边，自然好好赏你。你事儿已经办完了，你赶快走。我爹他家财万贯的，就算欠你什么人情，现在应该也已经还清了。走。你这小孩说话真逗，我是不可能放过你爹的。现在我连你我也不放过。你真以为我不敢开枪啊？你要是想动手，好歹选个能用的东西吧。这是我朋友送我的礼物，从未装弹。我赏完一次都得很精细的擦半天收起来。你这么随随便便的拿着，就不怕我心疼吗？放回去。你也不听，真是的，给弄脏了。哼，
又没有子弹，吓唬谁呢？以后再进我屋，这一枪就打在你脑门上。出去吧。站住！明天多带些人，雇好了车马，去金阳山庄。河东八家的康家要把家产给卖了，我是志在必得的。你顺便告诉你兄弟一声，他要是不想回宁古塔，最好少给我裹乱。请问靳大爷、靳大奶奶在府中吗？我是太岳峰的掌柜，我叫古平原，这是我的拜帖。太岳峰的掌柜这么年轻啊？王天贵这老狗眼睛是瞎了吗？你能否替我递一下拜帖？我就是靳大奶奶，进来吧。哦，久仰，久仰。古德掌柜，先在这儿坐一下，我伺候完我们大爷喝药，再来跟你说话。古德掌柜也喜欢石头啊？啊，颇有些野趣呢。你知道这些石头的来历吗？这是太湖石，从太湖运来的。也对，也不对。这些都是北宋徽宗皇帝选定的石头，他搜罗下天下奇石要运回汴京，船还没到呢，国家就亡了。船夫们为了逃命，就把这些石头推进了长江里，就这样冲刷了好几百年。我家大爷也爱石头，又花上了5年的时间，把它们都给捞出来了。果真是豪富啊！这是国宝啊！什么国宝呀？要我说啊，全是些败家亡国的玩意儿。再晃年，连个馒头都不如。大奶奶这番话真是有见识。你少拍我马屁。我家大爷身体不好，你刚才不是看见了吗？啊，是。没想到大爷的身体，今日我来的真是不巧啊。大爷身体打小就这样，他就是太聪明，太会做生意，夺了天机，才到这个年纪，这身体已经变成了风前烛雨里灯，儿子没有，兄弟姐妹一塌糊涂，只是累我一个人。坐吧，说正事儿。我们东家特地派我前来拜会老八家的各位，他想出家资买下康家全部的产业，帮助康家度过眼下的危难。还有呢？我们东家还说，河东八家纵横200多年，大清天下，统领全国，行商做贾，心中十分仰慕。要是借着这一次可以买断康家，大奶奶是否可以帮助他，进到老八家里来，也算是为天下人出一份力啊。王天贵断不会说这样的话。古先生是个读书人，这话是你说的吧？是，虽是客气话，但也是我的真心话。
老八家？哪还有什么老八家？早就已经风云飘散了。晋南的孙家孙大掌柜，晋北的李家，都比我这个晋家说话好使。但是，今日能得见一面大奶奶，已是三生有幸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不多打扰，先告辞了。太玉峰掌柜，后生古平原拜会李先生，请。福建岩茶，果然是天下第一呀！你懂茶？在下是徽州人，自幼是在茶园里长大的，跟着家里人喝过一点。既然懂茶，就不是妄人。我问你，你何以认为太玉峰买了康家产业就能进到河东八家里呢？王天贵一个人比我们都有钱啊，自然不是。河东八家自古守望相助。又何须外人拿钱进来？王天贵是觉得可以跟我们比一比，是吗？不敢不敢。我再问你，李先生，我久仰您的大名，今日特地前来拜会。您是主，我是客，能不能也听我说两句？讲。如李先生所说，老八家守望相助，另外7家富可敌国。随便拔根毛出来就能把空子给填上，何以逼得这康家要卖产业？话说回来了，我们太玉峰也是平遥城第一富户啊，就算入了老八家，也不至于给你们丢人呐。但大奶奶含糊其辞，李先生又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是不是我们东家得罪了你们，还是说这其中另有隐情呢？王天贵那个老东西啊，我以前一点都不佩服他，现在我倒有一点点佩服。他是怎么把你这种人弄到手里的？在下李中登，重见以礼。请，这边。里边请。哎，古兄，来。苏小姐，早就该来拜会苏小姐了，今日方才遇见。古先生拜会我什么？你把山西闹出这么大动静，我心里佩服得很呢。若不是古先生想出这些花花点子，把平遥富商们搞得上吐下泻的，我还腾不出手来做这些事儿。话说来，我得谢谢您。先坐啊，坐下说。王天贵这一次势在必得，你要想买的话，让我一让。咱们兄弟，我让你暂时，可买的人是他。康兄弟，你跟大伙说说，为什么非要发简，招天下富商买你家产业？今天没有外人，让我们大伙明白明白。但凡你说不明白，你休想出这个门。外边都谣传，我们老八家守着闯王宝藏。这些话传的是越来越神乎。朝廷现在拿眼睛盯着咱们，南边打仗军费掏不出来，我们家这次运的是王爷的辎重，
莫名其妙一把大火全给烧了。对方这是盯着我们家有多少家产啊！我要是不声不响用你们的钱把它还上了，那朝廷的怀疑可就坐实了。诸位，如果今天我康家不破产，那咱们老八家以后可就真没了。朝廷非得对我们下狠手不可，不如我这么狠心一卖，回家看孩子种地来的痛快。你们说是不是？这话说的有道理，我认你了，康兄弟。来，先起来。康兄弟，这么干不妥啊！你回家纾难，朝廷就不怀疑你了？未必吧？你看明白没有？外边那些人哪个不是冲着闯王宝藏来的？卖康家产业是假，进到老八家里弄清楚闯王宝藏在哪儿是真呐。那就让他们买，买完之后他就知道，这是老虎闻鼻烟，没那么八宗事儿。读了四书五经，学会一身坦荡，翻过陈年旧账，走马几轮光阴，也走历了面庞，演过人情薄凉。我看过万里雪茫茫，也曾被谁紧握不放。只剩这一柴米油盐，终会随意涨，翻一个身，成绩回肠，好戏正在开场。天下有道理，千军义气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外圆内方，一步烽烟，一条路，一生用脚步丈量。嘿，众生万象，粉墨登场，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。山里有道，我担当。嘿，日出东方。流过多少血泪，只要爬得起来，纯洁当作小将，还能喘一口气，就剩几这脊梁，扛过刀剑风霜。人生在世本就无常，咬紧了牙关走一趟，凭谁人说痴心妄想，众口随一张，翻一个身，纯净回肠，好戏正在开场。天下有道理，千军义气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外圆内方，一步烽烟，一条路，一生用脚步丈量。千河过尽，人间万象，尘埃落定，留下传奇一桩。山河浩渺，我担当。日出东方。